Hello，各位小伙伴，大家好。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是 WordPress。你可以不认识我，但你一定要认识 WordPress。它可以是一个很简单的部落格，也可以是一个品牌的官网。尤其现在最红的知识付费系统以及线上课程系统，它都可以轻松的帮你达成。首先，我们到 Docker 官方网站下载安装包，你可以依照你的系统去选择。这次示范是使用 Windows 系统，所以我下载 Windows 版本。下载完成之后呢，我们点击2下执行。这时候它就会跑出安装界面，我们只需要照着步骤一直往下走就可以了。安装完成后，它会需要重新启动，点击关闭以及重启即可。重新启动后，你会看到协议准许画面，点击接受就可以了。出现这个错误讯息是 Windows 底下的子系统 Linux， 它的版本太旧。我们到时候把 PowerShell 打开来去做一个更新的动作就行了。我们打开开始功能表，寻找一下 Windows PowerShell， 然后透过管理员身份去执行它。打开 PowerShell 之后呢，我们只要把WSL update 的指令打上去，让它跑一下去完成 Windows Linux 子系统的更新。更新的同时，你可以去冲一杯你最爱的咖啡，稍等一下就完成了。完成之后，你会看到已经安装完成 Windows 子系统 Linux。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再次的打开 Docker 的主界面，一样打开开始功能表，寻找 Docker Desktop。这时它会开始启动 Docker 引擎，稍待一下就行了。开启完成之后呢，你会看到这个主界面。然后我习惯都会测试一下指令可不可以使用。一样打开 PowerShell， 打上 Docker PS， 这个指令是用来看底下有哪些容器是启动的。目前因为都还没有装任何容器，所以你只会看到上面的标签列而已。这样表示呢，我们 Docker 已经安装完成。接下来就是进入我们的重头戏。首先先新增一个资料夹，我把它取名叫做 WordPress。资料夹建立完成之后呢，我们到我的 GitHub 上面去下载一个 Docker Compose。这个 Docker Compose 我已经都写好了，你只要把它下载解压缩，就可以直接去部署我们的 WordPress 在 Docker 底下。下载完成之后呢，你会看到一个 lib 档，那我们把它点进去到最根目录，把里面的资料拖移到 WordPress 资料夹底下。我习惯是把 lib 删掉。接着我们在网址列这边打上 cmd， 叫出 command 视窗。叫出 command 视窗呢，我们只要下 Docker Compose 的指令 up， 把它启动起来。它就会开始去下载所需要的一些内容。之前在 TikTok 跟 YouTube Short 底下有上传一部很快速的搭建，那也是使用 Docker 去把 WordPress 搭建起来。那这次搭建的差异呢，是我在上面加了一个 nginx 反向代理。那上面的反向代理呢，能让整个 WordPress 更安全。它连线的话，不是直接连线到 WordPress 底下的网站伺服器，而是在我们的区域网络去做一个反向代理。好的，没关系，反正就是会比较安全一点。那各位没听懂的小伙伴的话，之后我会慢慢的再跟大家解释。那这次的 Docker 的配置的话，原则上它也是非常简单，就是一个 WordPress 主要的一个程式，以及呢MySQL 资料库跟一个 nginx 反向代理，就这3个很简单，它就有办法把一个 WordPress 搭建出来。这次分享这个教学主要是让大家如果手边有一些旧电脑、闲置的电脑或主机、笔电等等，你只要是基本上 i 系列的处理器跟 8G 的记忆体，基本上都是能够顺跑Docker 以及装上 WordPress。后面这边我们快转一下。
基本上它在下载一些容器所需要的资料，然后你看到 created 的全部跑完之后，它就开始执行这几个容器。我们来快转一下，它目前就是会依照每个容器开始执行做它需要做的事情，然后跑到 WordPress 之后呢，它会开始复制 WordPress 档案。结束之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目前 Docker 底下你会看到就是 WordPress 组，以及说它底下有 NGINS 跟 WordPress 跟一个 MySQL 资料库。当它执行完成之后呢，你就把浏览器打开，我们进入 localhost 本地的这个网址。如果有些小伙伴打开的时候不是看到这个界面的话，是错误代码，那有可能是你的资料库还在安装中，要稍待一下，你再去刷新这个网页就行了。接下来就是跟着步骤走下去，选择你想要安装的语言，然后设置一个网站标题以及一个使用者名称跟密码、信箱，然后点击安装就可以了。当你看到大功告成，就表示你的 WordPress 已经安装完成了。接着我们就点击登录，把刚刚的账号密码都把它输进去。登录成功后，你就会看到欢迎使用 WordPress。这时候你就可以开始把玩，研究一下 WordPress 底下的一些内容跟架构。那这一期的影片就到这边哦。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们，记得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